这个酒只要0.99欧元，然后牛奶是1.09欧元，牛奶比酒还要贵。现在来到了德国的第一个景点，这里是汉堡 （Hamburg）， 不是 hamburger 哦。那在汉堡呢，它也是德国的第2大城市，而且也是第1大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城市里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像后面的这一间，它就是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了，这是汉堡市政厅。它这个可是皇宫规模的等级啊！看一下这么巨大的一个建筑。跟我们在丹麦看的城堡一样的等级了。那在汉堡这边呢，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经过一次战争的洗礼，所以把所有的古迹几乎都是全部毁掉了。现在就只剩下几个古迹我们可以参观而已。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整个汉堡的市区吧。这边就是汉堡的市政厅了，看一下这里面的装潢，还有这些建筑雕刻，都是这种文艺复兴气息的建筑。那相传它是在1824年的时候，旧的市政厅烧掉，后来才盖的这个新的市政厅。那我们去咨询一下，看我们可以不可以进去里面。我去咨询了一下这个市政厅，它的内部是不允许私自进去参观的，不像我们在北欧的市政厅可以到处闲晃。这边一定是要有导览人员带着走的。下一场的导览员是在星期6才会有参加这个tour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进去参观它的整个市政厅内部。那我们再去下一个景点喽。汉堡的市政厅的斜对面这边这一排，这里就是阿尔斯特拱廊，这里也有汉堡的威尼斯之称。看这条小小的运河，在这里游船啊，如果天气好的时候，是可以从这个河面上直接拍到拱廊的倒影。那现在这个拱廊这里已经是汉堡最贵的一条精品一条街，这边就是汉堡最著名的一条回廊了，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条。那在这边，它现在已经经过时代的变迁，它已经是一个非常精品的地区。旁边走过来一下下就可以看到这间高耸的教堂，这里是圣彼得教堂，它是一间基督新教，在德国这边几乎都是信奉福音教会基督教的。那我们一起进去里面参观一下喽。看的这个是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景点，我在一些旅游网站比较少看到有在介绍的。那这个它叫做智利之家，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房子的建筑是不是有点像船一样啊？而且它的周围都是做这种波浪形的，跟旁边的这间建筑也是有相互呼应。这里现在也是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之一了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，看里面是长怎样子的。走了一个转角这边进来，这里就可以前往智利大楼的内部。在这个智利大楼这边，它现在几乎都是作为办公使用。那在1楼这边有很多商家店面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这个古老的建筑吧。这边就是刚刚那个三角形船型那边往中间的尖尖的地方，现在这里是作为停车场使用中。晚上打灯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。
从智利大楼走出来，走往港口的方向，我身后方这里就是汉堡的仓库城了。这里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仓库城，占地整个是30万平方公尺，大概是5公顷的一个仓库城。看一下它这里，它是连接了整个6条短运河，这一面全部都是这个红色的建筑，以前都是作为仓库使用。那现在也已经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，汉堡的第2个遗产。在仓库城的正对面这边，这一间就是圣凯撒琳大教堂。那在整个汉堡也是5大教堂之一。那我们进去参观喽。大家看一下，在仓库城这边，这里有一座很独特的桥，它是有2层楼的。这样2座桥，让大家可以看你想要去1楼还是2楼，还蛮特别的一个设计。那我们再继续往前去仓库城的另一面。这边是仓库城的一个旧锅炉，现在是作为城市发展中心的一个重要地方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可以看得到整个汉堡的发展的雏形。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几个教堂，还有市政厅。这一块红色的全部都是仓库城的地方，等于说是这一个小岛全部都是仓库城占据。现在来到这里就是圣尼古拉大教堂了，这也是汉堡5座教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座。2战的时候被摧毁掉了，看到它这个整个外观都是黑色的了。那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一下这个大教堂哦，看一下它这整个教堂里面的内部，剩下这一面墙而已。那看它的里面，现在就是只有到这边，整个这里都是被炸毁的情况。那它现在就是只有保留对面的这道墙，我们可以坐电梯到上面去看它整个汉堡的市景，然后还可以再到它的地下室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博物馆。买了，这边不行了吧？它这里关起来了。我们现在在圣尼古拉大教堂的最上面了，可以直接坐电梯直达顶楼。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汉堡的市景。看一下这边，这里就是早上我们去的市政厅，刚好现在雨过天晴，有彩虹出现了。当初2战的时候被炸毁的模样，因为受到战争的洗礼，几乎被联军给炸毁了，剩下一些建筑还保有的。那他们只有翻修了这个仓库群，这边是有全部重新翻修过的，其他的都已经没有保留当初的原本的模样了。斜后方这里是博物馆的展区，所以没有被炸到。在地下室啊，以前是这个颜色的，但是因为战争后才被炸到变黑色的。教堂仅存留下来的这个马赛克的玻璃装置，还有一些雕像，其他都已经被炸毁了。在这个教堂里面找到那么多炸弹。爆炸了！对啊，教堂。对啊。
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教堂——圣米迦勒大教堂，它就是以这个圣天使米迦勒命名的大教堂。那它底下的这个就是杀了一个恶魔。汉堡的所有教堂里面最多的一些造型的，参观了几个教堂都是非常简约的基督式的教堂。圣米迦勒大教堂以这种纯白色的油漆，哇，后面有一个超大的管风琴，跟今天我们看到的其他大教堂方式非常的不一样。这个才是最典型的天主教教堂应有的模样。下方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。这是乌龟吗？哦，这个是被炸到的东西了。那我们今天汉堡一日游就已经结束了。看一下我们来的刚才回去的路上经过这间超市，想说来看一下德国的物价如何。我们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让大家猜一下。这个是快1公斤的腌黄瓜，还有1罐白酒。让大家猜一下我这里全部有多少？这边不到7欧元呐，不到200块台币。在台湾光这一罐就要超过200块了，还有这么多东西，这些等于都是免费的。这个酒只要0.99欧元，然后牛奶是1.09欧元，牛奶比酒还要贵。以后我都喝酒当早餐就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Dislike and subscribe，拜拜。